高文谦先生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可以说是后院起火，发生了这个打黑英雄重庆市副市长、原公安局长王立军跑进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这样的事情。请问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呀？我觉得呢，王立军事件呢是一颗重磅炸弹，是18大全政的白热化的一种表现。现在事态还没完，还在发展之中。其中呢，涉及到这个最高领导层的这个权力斗争的黑幕。这件事呢，直接牵连到薄熙来。薄呢，本来是问鼎常委的热门人物，现在成为呢众矢之的。而且这件事情的话呢，弄成一个家丑外扬，中共官场的话呢，这种内斗闹到国际上去了。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了，叫做“天下未乱，蜀先乱”，这样当局呢非常难看。那么我认为呢，这个王立军事件呢，打破了这个权力格局中的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脆弱的这个平衡。党内各方势力的话呢，这个展开博弈，极力将呢形势的话呢导向呢有利于自己这一边。对胡锦涛来说呢，我觉得王立军呢出事呢是天赐良机，给了他反制太子党的机会。因为他原来在这个党内18大的权争中呢，出现一种被动的局面，这回呢可以让他的话呢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。不过如何处理薄熙来呢？我觉得对胡锦涛来说呢是一个难题。薄熙来呢凭借父荫，在党内呢有不少人脉，各种利益关系呢盘根错节，而且他在政治上呢已经成了气候，是党内这个和国内左派势力拥戴的旗手。处理不好的话呢，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地震。胡锦涛这个人呢，一心想平安降落，所以呢，这样的结果呢，我认为呢，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。现在看起来呢，胡锦涛很有可能呢，先把薄熙来挂起来，进行冷处理，然后再把这个烫土豆呢，交给习近平。这样做呢，一举两得，既达到阻止薄熙来入常的目的，又遏制了太子党全面接班的势头。他还可以以此作为交易呢，逼迫江派呢，做出让步。以便达到呢自己连任军委主席的目的。最后呢，我还有一点呢想强调的是呢，我认为呢，王立军事件的最大输家其实并不是薄熙来，而是中国现行的一党专制体制。这件事呢是官方精心打造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呢完全破产，在民众中产生的震撼效应呢，我觉得可以和当年林彪事件后文革和毛泽东神话的破产相比。我相信这件事情呢，会对未来中国政局的走向呢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因为人们会想，官方大力推销要老百姓相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呢，可是一个政府高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呢，竟然会跑到美国领馆求助，这种核心价值还有谁会相信呢？还有，当局投入巨资建立维稳体制，打压民间社会的不同声音，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可是到头来，真正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，却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。当政者难道还不应该对此深省吗？谢谢你。